据媒体报道，近期美国准备以$1的价格，象征性地向美国的拆船公司出售2架退役的航母，分别是肯尼迪号和小鹰号。按照实际情况来讲，把航母拆解掉费时费力，既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又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拆解后根本就收不回成本，这是最不划算的做法。其实还有更多实惠的做法，比如可以把整艘航母贩卖给其他国家赚取大量资金，也可以改造成观光船，提供参观或游玩，也能够不断获取收入，还可以充当训练船，帮助美军战舰提高实战能力，甚至可以将其封存，等遇到危机情况的时候再临时拿出来翻新使用。而在多年前，美国还是财大气粗的时候，曾凿沉和炸毁过退役的航母，为何现在却要选择这种最不划算的做法呢？实际上，美国还是主动寻求过贩卖的，可是世界上既有资金又有需求的国家也只有印度和我国了。美国就曾经想以$1的价格卖给印度，可是印度却不要，让美国十分尴尬。美国又不敢找我国进行交易，害怕技术被我国所学会了，让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对我国提都没提这事儿。最后，美国由于国内经济危机，不管是改造成观光船或者训练船，甚至封存，都是需要资金来维护的。美国政府实在承担不起这么大的负担，只能把烂摊子甩给私人公司去承受。在分析看来，美国政府肯定是与这个公司达成了某些方面的利益，该公司才愿意接受的。可是明明美国有想卖给印度的想法，也找了印度去谈，印度一直以来对任何武器都来者不拒的，为何这次要拒绝美国呢？原来印度之前有过这样的经历，曾经俄罗斯就直接赠予印度一艘航母，只需要印度支付一些改装费，印度以为得了大便宜，开心的不得了。可俄罗斯却深刻的给印度上了一课，告诉印度什么叫免费才是最贵的。最后印度付出可以购买一艘新航母的资金，得到了一艘将要退役的航母，估计俄罗斯当时都笑疯了。印度虽然是笨了点，但是也不可能在一个坑里掉2次，所以言辞拒绝美国想要交易的想法了。其实说到底，这主要还是印度方面自己缺乏先进的军工技术。本来一艘航母里面是有许多先进的技术，如果能够拿回来进行研究，还是能够得到非常多的好处的。可是印度却办不到，所以印度原来只能吃个哑巴亏，现在更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了。最后我们想说，这一艘航母$1的价格肯定让美国内心在滴血，再加上向印度寻求交易被拒绝，让美国颜面全无。而随着该事件不断的发酵，美国也将彻底沦为了其他国家闲聊的笑谈。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刚上任就烧起了一把火，迫不及待地向俄罗斯撂狠话，希望解决双方关于北方四岛的争端问题。据悉，岸田文雄的态度很强硬，要彻底解决领土纷争，绝不能将问题留给下一代，甚至试图通过双方的和平条约来胁迫俄罗斯。日本和俄罗斯在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没有签订和平条约，从根本上来说，双方直至目前都还处于交战状态。想从一位能说出俄罗斯的领土很大，但没有1寸是多余的总统手中拿回北方四岛，显然日本这是在白日做梦。普京总统之前就强调过，俄罗斯联邦的旗帜将永远飘扬在南千岛群岛。俄罗斯不仅仅只是说说而已，面对日本新任首相咄咄逼人的姿态，普京总统也不废话，一声令下，俄罗斯10枚导弹直扑日本海，直接警告岸田文雄不要打南千群岛的主意。据环球时报12号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近日在日本海进行了军事演习，并发射了10枚导弹。俄罗斯此前就通知过日本，将在日本海海域进行军事演习，而这次发射导弹的区域正是日本经济专属区内，这让日本方面十分的恼怒，但却又无可奈何。俄罗斯的行为，这更加扑灭了日本想要拿回北方四岛的希望。有分析人士指出，从岸田文雄此次强硬的态度来看，日本很可能会出其不意地选择对北方四岛进行突袭行动，夺回北方四岛之后，再由美军介入对俄施加压力，迫使俄罗斯签订和平条约。但从俄罗斯军队的行动来看，这个希望非常的渺茫。岸田文雄为何这次这么强硬呢？而且还是面对俄罗斯这样的庞然大物。其实不仅仅是岸田文雄，每一任日本首相都对北方四岛有着特殊的情结。可以这么说，在日本上到政客下到老百姓都想拿回北方四岛，但是出于对俄罗斯的恐惧，日本一
一直都未能有所建树。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随着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美国对日本的扶持以及援助也越来越多，日本在西太地区的话语权也随之越来越重，这让日本变得有恃无恐了。岸田文雄正是瞅准了这个好时机，想要一举解决北方四岛的问题。然而梦想是美好的，而现实却是残酷的。对于北方四岛，普京连谈都不想和日本谈，更不用说归还了。希望这10枚导弹能够叫醒日本，不要再做白日梦了。导弹可没长眼睛，说不定下次就不往海里飞了。据媒体最新报道，澳大利亚突然对采购自欧盟的47架 MRH-90 直升机出手，改用美国的海鹰直升机。新的采购订单为12架海鹰直升机及附带设备，总价高达13亿澳元。对欧盟来说，这是法澳常规动力潜艇订单被撬后又一次重大打击。澳大利亚方面给出的理由是这些直升机的日常维护和 IT 支持系统无法满足国防军的需要。然而，欧盟对这一说法并不认可，因为自从2007年服役以来，澳大利亚海军方面一直宣称能够满足新兴需求。澳海军还称 MRH-90 直升机用于取代黑鹰和海王直升机，有更多内置安全功能，可提供更高效率的维护，能够满足并超过澳大利亚国防军的要求。直到目前为止，澳海军官网依旧保留相关描述。根据媒体报道，澳方在直升机维护中可能拆下了故障飞机零部件维修另一台飞机，进而导致更多故障问题。但欧洲军工专家认为，模块都是通用的，即便拆旧补新也不会存在问题。更何况澳大利亚47架直升机并不是一次性采购，为何到现在才突然宣布停飞？欧洲媒体推测，这可能是一场有预谋的抹黑行动。综合对比两种直升机性能，几乎没有理由弃用更先进的 MRH-90 多用途直升机，反而改用美国的海鹰直升机。有分析认为，根据澳大利亚给出的复购订单，推断 MRH-90 性能不如美国海鹰直升机的可能性很低。更大的可能是，停飞和新采购订单都是AUKUS合作计划的一部分。在本栏目的早前文章中，曾经分析过，美英澳 AUKUS 中的核潜艇合作，并非单纯的核潜艇技术转让，而是整个澳大利亚海军系统的美国化。澳大利亚将要持续向美国军火商提供巨额海军预算。值得注意的是，即便需要向美国交第一笔的13亿澳元保护费，也不一定要停飞已经在澳大利亚海军中服役多年的成熟直升机。毕竟这47架 MRH-90 花费了近37亿澳元。为此，澳大利亚影子防长助理帕特痛批这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为什么一定要停飞？关于停飞并改用美国飞机，主流分析有2点。一方面，美国需要全面接管澳大利亚的国防建设，特别是海军建设，所有设备都必须美国化，既可以实现设备互联互通，又是向美国输送保护费的合法渠道。另一方面，欧盟的战略自主意识越来越强，美国除了要增加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同时还要提防欧盟和美国在其他地区竞争影响力，提前清除欧盟构成的威胁具备合理性。如果上述推断成立，则又是一次美国人对欧盟的敲打。回想前段时间美英澳联手在法国背后捅刀的核潜艇事件，一时间整个欧盟几乎是同仇敌忾，欧盟本有机会一举摆脱美国的控制。万万没想到，拜登只用了一次视频通话，直接将马克龙摁住，随后布林肯到法国稍作安抚，欧盟内部马上偃旗息鼓。在美国方面看来，既然欧盟就这么点出息，那就不需要再客气了。凡是提升欧盟影响力的订单，都可能成为阻击对象。另外，印尼和意大利还有8艘护卫舰的大订单，法国在印度还有几笔军购订单，拜登会不会放过，我们还需观察。据分析，美国在一步步将欧盟逼入死胡同，欧盟战略自主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刚上任，就把矛头对准俄罗斯，企图就两国领土问题上演一场新官上任3把火的戏码，明确表示俄罗斯要将其掌控的南千岛群岛还给日本，俄日才可能握手言和，反之两国将很可能处于临战状态。很明显，岸田文雄的强硬立场与日本一贯提倡的通过谈判的温和方式截然不同，而现在该首相的态度实则也代表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态度。右翼势力在历史问题上根本不承认日本在二战时犯下的罪行，自然也就不会承认苏俄在二战时期占领南千岛群岛的合法地位。现在岸田文雄为了立威，直接向俄罗斯放出狠话，扬言不解决领土争端就不与俄罗斯签署和平协定。据悉，在短短的1周内，
岸田文雄就已经3次喊话普京提及领土纷争，可普京会轻易被吓唬住吗？俄罗斯这块铁板可不是岸田文雄能轻易踢得动的，不然前首相菅义伟不会至今在领土问题上没有任何进展。针对岸田文雄的行为，俄罗斯目前已经发出通知，将会在包括优质渔场、大河堆周边海域在内的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大规模的导弹演习，其中包括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出动瓦良格号导弹等军舰，在日本海发射10次导弹。普京的反应已经非常明显了，可以说不管是菅义伟还是岸田文雄，在这位有仇必报的俄罗斯总统面前，根本就捞不到什么好处，就更不用说公然放狠话会迎来什么样的下场。在岸田文雄放狠话抢夺北方四岛后，普京立即在日本海发射10枚导弹，这样的举动可谓是前所未有。岸田文雄本想上任先拿俄罗斯开刀，现在看来倒是有反被开刀的迹象，敢公然跟俄罗斯叫板。分析看来，日本新首相最大的底气就是美国，毕竟作为美国的跟随者，该国自认为任何时候都会有美国撑腰。从这个角度来说，岸田文雄除了想收回北方四岛，提升本国自信心和凝聚力，企图成为军事大国以外，也是想用与俄罗斯对抗的方式获得美国的支持，与该国保持好关系。只是事情发展到现在，令岸田文雄怎么都没想到，普京的这次10枚导弹的发射，除了对自己的强硬反制，也是在隔空喊话中国。俄罗斯这场军演确实是武力威慑日本的表现，但选在日本海这个地方发射导弹，其实也是想在靠近中国一方喊话我国。从某种程度上，日本挑衅的国家除了俄罗斯还是中国，而日本背后的又是美国。且不说中俄之间的友谊，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道理，普京也非常明白。因此，一旦俄日两国引爆冲突，普京希望中国能够与俄罗斯联手。虽然其明白10枚导弹足够让岸田文雄感到害怕，但他绝对想不到最后战场上可能还有中国。俄日两国就北方四岛问题已经纠缠多年，如今随着日本新首相上任就放狠话，普京难免不会想趁此一举解决领土纷争。接下来的事谁也说不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惹恼普京，就连美国也救不了岸田文雄。